一段时间后，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有强大的力量出现在祖武天河之外，并且声音响彻于祖武天河外。他们提出限定期限内让祖武天河解除防御阵法，交出卧龙武宗的宝藏，否则期限一到便强行攻打祖武天河。这无疑是远古势力真的出现了。一切传闻全部坐实，祖武天河真的有惊天宝藏，实力未知的远古势力也是真的要攻打祖武天河。大战一触即发，就连跨越浩瀚星空，特意到祖武天河之外去看热闹的人，也退到远处，生怕被即将发生的战争所牵连。时间流逝，距离楚风闭关开启造符后备阵已经过去了足足3个多月的时间，而今日乃是那神秘势力所说出的最后期限，也就是今日，祖武天河若不解除那覆盖祖武天河的防御大阵，那神秘势力将会对祖武天河发动进攻。祖武天河一方世界内，虚空之上有着一道道椭圆形的大阵，那大阵遮盖虚空，宛如巨大的镜子，在空中漂浮，并且数量极多，整齐地分布在整个世界的天空各处。空中的阵法壮观，而下方更是壮观。如此浩瀚的世界之内，无论是江河之上，还是山川之巅，密密麻麻，尽是人影，甚至大地已经没有立足之地，许多人立于半空之上。可哪怕如此，空中也是密密麻麻的身影，这可不是某个地方，而是整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因为这座世界内汇集着整个祖武天河的实力突出的修武者与界灵师们，但不只是这方世界，现如今祖武天河各个星域内的所有上界、凡界、下界之虚空上，都悬着这样一座宛如镜子一般的巨大阵法。且除了这方世界外，其他世界内各方势力的人马也都汇集在悬于他们所在世界那座阵法的下方，严阵以待。忽然遍布整个祖武天河各方世界，宛如镜子一般的阵法之中，镜面变化，浮现出了影像。出现在影像中的乃是2个人。见到这2位，各方世界的所有人马同时对着虚空施以大礼，因为这一男一女来头极大。男子乃是圣谷的圣主，女子乃是卧龙武宗宗主。之前这2位对于祖武天河的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陌生的，可现在他们已是知道，这2位才是祖武天河的最强者。圣谷乃是圣光天河统治者，圣光一族背后的势力。至于卧龙武宗，更加非同小可，如今覆盖着无数星辰、无数世界，覆盖整道天河的浩瀚大阵，正是卧龙武宗的手笔。圣谷圣主看向了卧龙武宗宗主，而卧龙武宗宗主则是面带淡淡笑意，做出了一个优先的手势。于是原本与卧龙武宗宗主并肩而立的圣主向前踏出了一步，所面向的方向正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阵。诸位，我圣光天河一直以来被浩瀚修武界所遗弃，他们视我圣光天河为弹丸之地，视我圣光天河武者为一群蝼蚁。他们的看法我们本不在乎，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照顾我们的家人，过属于我们的人生，井水不犯河水。可如今他们宣称我圣光天河内有惊天宝藏，便来攻打我祖武天河。莫说惊天宝藏没有，就算真的有，那也是属于我们的，怎能让他们拿走？今日大阵若破，来犯者为寻的所谓宝藏，必然屠戮各方世界，血染天河，杀我亲人。诸位，我们能答应吗？圣主此话落下，大地与虚空同时颤动，是亿万修武者同时振臂呐喊的声音。不答应！各方武者，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甚至一些天才孩童，他们的脸上都携带着怒容，眼中尽是抗拒。尽管知道来犯者强大无比，他们的实力乃以卵击石，可今日他们并不打算坐以待毙，更不打算举旗投降。对，我们绝不答应。今日我圣光天河就是要让整个浩瀚修武界知道，我圣光天河没他们想的那么不堪。我圣光天河的修武者更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软柿子，不是他们随手便能捏碎的弱者。我圣谷之主恳请诸位于今日与我并肩作战，不只是守护我辈赖以生存之故土，更是为我辈之家族与宗门，为我辈之亲人，为我辈之后人，愿意并肩共战者，释放二等力量，融入守护大阵。我们今日之举将被吾等后辈世代铭记。话罢，圣主与卧龙武宗宗主同时释放出磅礴武力，融入虚空的阵法之中。紧接着，整座世界的所有修武者与界灵师皆是释放出他们的武力与精神力，融入虚空之上的阵法之中。一方世界，一颗星辰，汇集亿万生灵的世界，于这浩瀚星空之中，也只是一点微光而已。但数颗星辰可汇集成域，数座星域可汇集成一道天河。每当夕阳彻底消失，夜幕展开之际，几道天河便将于夜空浮现，以壮观之姿震撼所有修武者的眼球。任凭修为再高，亦可搬山移海，甚至能毁灭一方世界者，每当夜幕时，抬头望着那漫天星辰，也仍会感觉自己渺小。几乎所有武者都是看着星辰长大的，会有长辈告诉他们如何区分天河，也会告诉他们那几道天河的名字。但有一道天河明明格外的美，可它往往会被忽略，甚至不会被长辈提及，直接忽略。只有孩童问起，长辈才会说那是一道弱者汇集的天河，不用在意。这道天河便是现如今的圣光天河，也是曾立于修武界顶端的祖武天河。这道天河被忽略太久了，可眼下没有人会再忽略这道天河。有条件之人运用强大的手段，自远处观望这道天河，甚至有的人跨越无数星辰，使用特殊宝物立于星空之中，近距离的观望这道天河。而眼下这道天河更是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夜幕已至，祖武天河的星辰越发明亮，哪怕在极远的距离，哪怕修为不强，哪怕是普通人，可此时只要抬头仰望夜空，便都能够看到祖武天河的星辰越发明亮，逐渐盖过了所有天河，成为这浩瀚夜空最为璀璨的一道景象。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祖武天和所有修武者与界灵师都在将他们各自的力量融入防御大阵之中，是那出现在各方世界的大阵所散发的光芒，使得各方世界都变得璀璨异常。而这种情况之下，
巨大的虚影浮现，那是结界之力，结界之壮阔，覆盖整道祖武天河，这正是封锁了祖武天河的守护大阵。好壮观的景象，真是想不到祖武天河的修武者竟有如此决心。各方强者虽躲在远处，可他们所处的位置，所看到的祖武天河，却也足以震撼他们的内心。而他们也知道，会有如此场面，不仅是那防御大阵自身强大，这也离不开祖武天河众武者的齐心。正因之前鄙夷祖武天河之百姓，如今或多或少也都有些刮目相看了。因为今日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盘散沙，他们看到的乃是武者的骨气。忽然，在祖武天河外的星空中，6道巨大的结界门同时开启。结界门开启的同时，无数身影整齐有序地从结界门内飞掠而出。那结界门之巨大，人影宛如尘埃一般渺小，哪怕高达数万米的巨兽，在这结界门面前也是渺小不堪，也就是出现在星空之中。若是一方世界之内，场面将极其震撼。来了，全部都是生面孔，旗帜散发着远古气息，真是远古家族要攻打祖武天河，这气息好强。他们可不是弱者，见到这些人马的出现，躲在远处围观的当代武者们下意识地催动他们的战船或是战车，便推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远古家族所展现的实力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这绝对来了精锐人马。甚至从这些人马展现的气息来判断，这6个远古家族的实力是不弱于各个天河霸主的。星空之中往往安静无比，无风无威压，可伴随着这些强者的出现，威压席卷，气息涌动，这片星空境也开始狂风大作。而那一面面随风而动的旗帜，也让人们可以分辨出这6个远古家族的出处，分别是身披界灵长袍的七界仙阁，拥有天雷血脉的拓跋天族，缠绕黑色光华的万叶古宗，缠绕9色火焰的九方神殿，富有血色羽翼的血凤王族，以及最小体积也高达1000米，最大体积高达数万米，下身8足，上身如人，但肌肤如石，手握巨锤的岩锤妖族。冥顽不灵，祖武天河是打算以卵击石吗？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引得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了那渺小的身影之上。他的穿着与这6大远古家族完全不同，他身穿一件黑色斗篷，浑身遮盖得严严实实。是提线尊者吗？我听闻提线尊者便是这个打扮，多半是他了。据说他才是这件事的主导者。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远古家族联手？看到提线尊者现身，围观之人也是对这位神秘的存在越发好奇。眼见着自己的话语没有任何回应，提线尊者摇了摇头，旋即随意地摆了摆手：“诸位，出手吧！”唰，话音刚落，一个巨大无比的锤子便宛如流星一般划破漆黑的星空，向祖武天河飞掠而去。赤炎锤妖族率先出手，紧接着其他势力也纷纷出手。磅礴的结界阵法，强大的磅礴武技，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宛如道道璀璨的烟花绽放，将原本黑暗的星空也照耀得格外绚烂。但那可不是烟花，那是毁天灭地的力量，是可抹杀无数生灵的手段。可就是这样强大的手段，却都被那道守护大阵挡了下来。这道大阵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因为甚至有人感受到了堪比真神巅峰的气息，真神巅峰的手段都被挡了下来。这可就是货真价实，连真神境都无法撼动的大阵了。可对于这一幕，提线尊者却仿佛预料之中一般，他们没有表露出丝毫的不安，而是从容的踏空而行。很快，一道小型结界门浮现，他踏入其中，进入了一个空间世界。这空间世界很大，里面汇集着来自6大远古家族的诸多高手，其中还有6位乃是天神境或天龙境的存在。这6位分别是七界仙阁阁主、拓跋天族族长、万叶古宗宗主、九方神殿殿主、血凤王族族长。除了实力强大的6大远古家族高手外，而是一座大阵。那座大阵以无数至宝搭建而成，几乎都是远古与太古时期的宝物。这座大阵本身便价值连城，甚至是无价之宝。大阵共有9道阵眼，一道位于中间，其余8道围绕盘旋。诸位，我说了，这阵法没那么容易破，还是按照老夫的计划来吧。提线尊者说话间，便一跃而起，落在了那大阵中间的阵眼之上。这6位远古家族之主自然也看出强攻难以攻破，于是大袖一挥，便立刻有人下令，使得他们的人马纷纷停止进攻，从结界门内返回到了这方空间世界之中。返回世界之后，各方人马便分别进了那大阵的其中6道阵眼之中。此刻大阵还有2道阵眼是空缺的。见此情形，提线尊者则是拿出一面古老的旗帜，旗帜插入脚下，旋即捏动法诀，隆隆隆隆。这一刻，虚空剧烈颤动，哪怕前来围观已经躲到极远处的各方强者，也能够感觉到那剧烈的颤动。也因那颤动惊人，各方强者也追寻源头，最终发现是先前提线尊者出现的地方。果然，光芒闪耀，一道巨大的结界门再度于虚空浮现。但这道结界门可不是简单的结界门，当它出现之后，肉眼可见的阵法之力快速汇集，只是这阵法之力便比一方世界还要璀璨耀眼。好可怕的力量，这阵法力量恐怕超越真神。围观之人吓得再度退去。轰！而就在此时，那恐怖的阵法力量化作一道阵法光柱释放而出。这一次，就连躲在战船或其他至宝内的各方强者都是难以站稳，只是震动便已让他们的战船摇摇欲坠。而这恐怖的结界光柱，正是来自由6大远古家族诸多强者催动大阵，眼下已是穿过虚空，轰在了祖武天河的防御大阵之上。只是溅起的涟漪所覆盖的面积就堪比一方星域。若是没有防御大阵，凭借这阵法的力量，顷刻之间便可将无数世界毁灭，而那世界内的生灵甚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此等攻势，远非刚刚6大远古家族的强攻可比。不过催动这阵法的所有人，包括那身形巨大的岩锤妖族族人，也都是疼得龇牙咧嘴，显然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提线尊者，你这阵法也根本无用。岩锤妖族族长发出咆哮，因为他清楚催动这座阵法，他的族人正付出着怎样的代价。可尽管这座大阵的威势惊天地泣鬼神，可落在那覆盖祖武天河的防御大阵上，却也无法将其攻破。急什么？尽在掌握之中。提线尊者法诀变化，那从大阵内轰出的巨大阵法光柱也是产生了变化。在阵法力量不变的情况下，又有无数结界纹路飞掠而出，那些结界纹路密密麻麻，宛如蝗虫一般。当他们顺着结界光柱落在防御大阵上后，竟开始沿着防御大阵爬行，并且爬行速度非常的快，远非修武者可比，甚至远非远古传送阵的速度可比。这样恐怖的爬行速度之下，很快那结界符咒便覆盖了整个防御大阵。阵起，伴随提线尊者的一声轻喝，那些结界纹路散发出诡异的光芒，诡异光芒能够穿透防御大阵，映射到祖武天河的各方世界。原本散发同样光芒的各方世界，开始在诡异光芒的照射下产生变化。很快，所有星球的光芒都变得暗淡，但唯有一座星球没有丝毫变化，不受那阵法影响，依旧璀璨。看，这不就浮现出来了？提线尊者发出得意的笑声，旋即看向了6位家族之主，那便是祖武天河防御大阵的主阵眼，并且那主阵眼只有小贝可以催动。我这阵法能够开辟通道，将小贝传送进去，有风险吗？七界仙阁阁主问。有一些风险，但没有大失，服下我这特制的抵抗药水，基本没事。提线尊者说话间大袖一挥，无数个药瓶分别落入了6位远古家族族长手中。6位家族族长都随手打开一瓶进行观察，但最终却看向了七界仙阁阁主。七界仙阁阁主乃是在场之中唯一一位天龙界灵师，的确有很强的抵挡作用。七界仙阁阁主说道：“6位大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况且你们对你们的后辈这么没有信心吗？”提线尊者催促道。听闻此话，七界仙阁阁主大袖一挥，其手中的药瓶落日七界仙阁众小贝手中。七界仙阁众小贝接过药瓶一饮而尽，旋即便踏入了那座大阵空出来的第8道阵眼。而这些小贝之中，还包括那位七界仙阁阁主的孙子赵公义。见状，其他5位远古之主也同样让各自的小贝服下那药水之后，便踏入了那第8座阵眼之中。当所有小贝踏入其中之后，提线尊者拿出了第2面旗帜，法诀变化，旗帜变大，旋即插在脚下。随后法诀再度变化，嗡，在星空之中又打开了第2道结界门。这道结界门比第1道小了很多很多，在第1道结界大门旁边显得极其的渺小，可这道结界门却射出了一道黑色的光柱。这道光柱在那金灿灿的结界光柱面前，同样显得极其渺小。假如第1道结界大门内所射出的结界光柱堪比成年的大象腿，那么第2道结界门内所射出的结界光柱便堪比一条细线。可就是无论怎么看，都远不如第1道结界光柱的黑色光柱，竟直接穿透了防御大阵，最终落在了那唯一一颗光芒没有改变的世界之上。糟了！这一刻，正在全力催动阵法的卧龙武宗宗主顿时脸色大变。怎么了？见状，圣谷的众强者以及卧龙武宗的所有强者都看向了卧龙武宗宗主。他们找到了卧龙武宗这座防御大阵的主阵眼，有小贝催动的阵法世界被他们找到，并且发动了攻势。他们的手段很特别，这样下去，那方世界的防御也将被洞穿。卧龙武宗宗主说道：“那个世界不是加持了强大的阵法力量，如今只有小贝能够进出吗？”圣主问道：“是，但你觉得我祖武天河的小贝面对这些家族的小贝有胜算吗？”卧龙武宗宗主问道。听闻此话，圣谷以及卧龙武宗所有强者都沉默了，但同时那浓浓的担心之情已是溢于言表。这座大阵的关键其实就是那方阵法世界，而那里只有小贝能够催动，所以那里汇集了祖武天和所有顶尖小贝，也包括他卧龙武宗以及圣谷的最强小贝。师尊，让我去吧。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彻，顺身观望，只见一个身穿紫色长裙、美貌无与伦比的女子站在那里。子灵，你强行出关，已是有所负担，你现在不能出手。卧龙武宗宗主的语气已是证明他不想紫灵去。事实上，紫灵跟随在他身边，镇守在这方世界，就是因为卧龙武宗宗主不想让紫灵去。紫灵本在闭关修炼的关键时期，但他得知了卧龙武宗面对的局面后，便强行出关，导致身负重创，如今伤势未愈，若是再贸然动用武力，只会让其伤势变得更重。师尊，让我去吧。若阵法不破，自然更好；若阵法破了，我起码还有一战之力。但我若不去，那方世界破掉，整座大阵都将破掉，那个时候遭殃的可是整个天河的人。紫灵说道。卧龙宗主，紫灵姑娘说的在理啊。圣谷的圣主立刻说道。卧龙武宗宗主捏动法诀，一道结界门便浮现而出。这道结界门链接的乃是整座防御大阵的力量，因此拥有的速度极其恐怖，可以让紫灵短时间内便跨越星空，进入那座正在被黑色阵法之力所攻打的阵法世界。紫灵，去吧，但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如若不然，为师不知该如何向楚风交代。他如今可是比为师更强，若要问罪，为师可打不过他。卧龙武宗宗主说道。师尊放心。紫灵此话说完，便踏入其中。紫灵走后，卧龙武宗的断柳峰则是看向卧龙武宗宗主。宗主大人，关于9天之巅的传闻是真的吗？此话一出，哪怕在催动大阵力量的众位强者，也都齐刷刷的将目光投向卧龙武宗宗主。这其中便包括圣光白眉、圣光不语、念天道人等人。祖武天河虽说消息闭塞，可是他们这些高层倒也是听闻了一些事情，9天之巅以及楚风与7界圣府的事情，他们听闻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去确定是真是假，便又听到了有人要攻打祖武天河的消息。很快卧龙武宗宗主便联系到了圣谷圣主，
寻求他们调动祖武天和所有人一同催动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这座大阵乃卧龙武宗开宗祖师所创，能否覆盖整道祖武天河？思考一番后，圣谷的圣主也是答应了卧龙武宗。毕竟你总不能指望强盗有人性，若是对方真的攻来，那可能真的就是生灵涂炭了。于是才有了今日的场面。这座大阵不仅不能进，也不能出，所以他们也没机会去确定关于九天之巅以及楚风的消息是否准确。关于楚风的传闻是真的，卧龙武宗宗主说道：“操牛，我兄弟可太给咱们卧龙武宗争气了。”听闻此话，段柳风激动地挥动起了手臂。见状，圣光白眉赶忙说道：“这话不对，楚风这是给咱们圣光天河争气，毕竟楚风可不只是你卧龙武宗弟子，也是圣光天河之人。对，我兄弟不仅是卧龙武宗弟子，也是圣光天河之人。”见状，段柳风也是赶忙纠正，而确定楚风所取得的成就。此刻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些许喜悦。若是楚风小友在的话就好了，那咱们的大阵便不会失守了吧？圣光不语叹道：“楚风现在正被7届圣府追杀，他的处境可一点都比我们强。况且咱们可是圣光天河的主人，岂能将守护圣光天河的重任寄托于在一位后辈身上？”圣谷的圣主此话说完，便高喝一声：“圣光一族，所有族人听令！今日就算耗光力气，丢失性命，也要护住大阵不破。遵命！”圣光一族所有强者同时应道。在黑色光柱所攻击的那方世界内，这里几乎汇集着祖武天和最顶尖的小辈们。圣光一族的圣光金安、圣光年、圣光新田、圣光梦来、圣光浩轩等人，卧龙武宗的夏言、李牧之、赵师、宋喜、兔圆圆等人，除了圣光一族以及卧龙武宗的天才外，各座星域、各方世界的天才也都在这里。楚灵溪、夏雨儿、宋云飞、黎月儿、黎岸之、乌马圣杰、龚明月、龚晴、孔田慧、孔慈、龙宁、仙允、蛋台希儿等人，所有小辈分散于各个阵眼之中，正在全力催动一道磅礴的大阵。虽然小辈们实力有限，可这座阵法非常强大，其中蕴藏着的诸多宝石仙草都是太古时期的宝物，因此在他们催动之下，这座阵法发挥出的力量绝对是整个祖武天河最强的。这里乃是这防御大阵的根基。可眼下所有小辈不仅满脸的疲劳，更是满眼的担忧。身在这方世界，他们能够看到磅礴的黑色力量从天而降，正在轰击着守护这方世界的阵法，而那阵法已是出现裂痕，继续下去随时都会崩碎。若那阵法破了，他们的性命怕也要到此为止。轰！然而伴随刺耳的轰鸣以及天地的颤动，那守护这方世界的防御结界还是被轰碎。他们亲眼目睹那恐怖的黑色光柱从天而降，落在了远方。怎么办？这一刻所有小辈都慌了，分别将目光投向圣光金安以及楚灵溪等人。诸位不要慌乱，大阵还有第二重守护阵法就在我们周围，他们攻不进来，我等全力催动阵法即可。圣光金安此话一出，众位小辈也是立刻照做，但心中总是不安。实际上就连圣光金安自己也是泛起了嘀咕，希望这座阵法能够抵挡得住他们吧。他根本无法确定这一切。嗡！就在此时，一道结界门浮现而出，紧接着紫菱从中走了出来。紫菱，你怎么也来了？见到紫菱，夏言等卧龙武宗弟子很是担心，因为他们知道紫菱强行出关，如今乃是重伤状态。你们所有人不要动，留在这里继续催动阵法。紫菱说道。紫菱，你别去，待在这里，还有守护阵法，我们待在这里是安全的。夏言赶忙劝道。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你们千万不要出去。紫菱说话间，便向那黑色光柱坠落的方向飞掠而去。此刻黑色光柱所在的地方，6大远古家族的小辈已是飞落而下，落在了大地之上。只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轻一点的脸色惨白，浑身无力，干呕不止；重一点的直接昏死过去，甚至有人七孔流血，已是死去。最严重的已是化作了一滩血水，落入这里的6大远古家族小辈还保有意识的不足1/10。他妈的，那提线尊者在骗人，他给我们的抵抗药水根本没用，这阵法的传送之力太狂暴了，弟兄们还没出手，反而死在了他的阵法之下，这不是坑人吗？许多小辈暴怒不已，尤其是身高马大，宛如一座座山峰般的岩锤妖族族人，更是发出狂吼。他们的狂吼比雷鸣还要刺耳得多，连空间都在剧烈摇晃。那些死去的人之中，虽说是修为偏弱者，可其中的许多人却也是他们的同族姐妹。别吵了，祖武天河拥有如此防御大阵，更是证实了他们藏有惊天宝藏。既然是开战，死伤在所难免，现在重要的不是谁死了，而是破开他们的防御大阵，找到内密的，拿到宝藏，这样我们的兄弟姐妹才不会白白死去。此时一位身披戒灵长袍的青年开口，这位正是赵公义。他说的对，尽快破开此地的阵法才是正事。有许多小辈赞成赵公义所言，但来自岩锤妖族的天才小辈却是说道，希望那提线尊者没在骗我们，这里只有小辈，没有老一辈。我说岩锤兄，你的情报太不准确了吧？这里叫做祖武天河，是当今修武界最弱的一道天河，在这里武尊境都极其稀少，半神境更是根本没有。以咱们的修为，小一辈和老一辈有什么区别吗？又有谁能对咱们造成威胁？赵公义说道。这么弱，那他们的小辈岂不是更弱？当今浩瀚修武界竟还有这么弱的人？听到赵公义的话后，众位小辈表示难以置信。而此时一名衣着华丽，有着几分姿色的女子闭着眼睛闻了一闻，这里天地能量的确较为稀薄，他们的修为有所限制，倒也正常。女子说道，她同样来头极大，乃血凤王族的顶尖天才之一，你的消息到底靠不靠谱？岩锤妖族那位仍是有些怀疑，要是怕你就留在这里即可，由我7届仙阁来冲锋陷阵。不待赵公义开口，
七界仙阁的一名小辈便开口了。且此话说完，他与另外几名七界仙阁小辈便一同动身，向远处飞掠而去。可忽然，一道磅礴武力席卷而来，那几名七界仙阁的小辈瞬间便暴体而亡。见状，赵公义赶忙布置防御结界，这才挡下了那一击的余威。同时，那名来自血凤王族的女子手掌一翻，一道掌鞭出现在其手中，那竟是一件神兵。神兵掌鞭对着远处的空间挥动而去。轰！当那神兵长鞭落在那片无人的空间之时，竟浮现一道武力，挡下了他的攻击。很快，一道身影也浮现而出，此人正是紫菱。此刻的紫菱眼眸血红之色，周身缠绕着血红色的气焰，而他的修为也是达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这个气息真实修为起码也是7品半神。赵公义，你不是说这里没有半神境吗？怎么跳出来个能把修为提升到半神巅峰的岩锤妖族天才内卫？怒声骂道。但同时，他的身形发生变化，变得更为巨大，且其掌心张开后，竟出现一道裂口，裂口之中延伸出一物，是一把巨大的石锤，而这石锤有着与他相同的气息，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伴随着一系列手段施展之下，原本气息是6品半神的他，连续提升3重，修为也是达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修为提升之后，他高高跃起，手中那巨锤便向紫菱砸了过去。他本就人高马大，手中的巨锤更是比他还大，这一锤子砸下，简直就像是一座山峰从天而降。但紫菱并未闪躲，而是抬手一掌，武力扩散，一只巨大的武力手掌向上延伸，掌锤相撞。武力手掌虽然溃散，可那手握巨锤的岩锤妖族少主却是被震得连连后退。可就在这位庞然大物被震退之际，却又有一道携带血红气焰的鞭子从天而降，幸亏紫菱及时闪躲，这一鞭子下去，大地开裂，出现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此鞭威力极强，是出自血凤王族那位女子的手笔。她此刻样貌发生变化，修为也是连提3重，达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不仅是他们3个，另外3个远古天族的众小辈中，也都各有一位将修为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总共6位，联手对紫菱发动攻势，并且他们都手持神兵，战力极强。这种情况下，紫菱也是很快落入下风，只能不断闪躲。但当紫菱躲开一道攻击，落在地上之后，脚下却有结界之力窜动，很快化作一道结界阵法，将紫菱封锁在了当中，乃是那赵公义所布置的阵法。虽说他是尊龙神袍，但是这阵法却堪比圣龙神袍，战力堪比9品半神。抓到你了，这下看你怎么躲。见此一幕，那血凤王族的女子也是目露杀意，便准备再度发动攻势。可只见紫菱捏动法诀，随后其周身的血红气焰变得更加磅礴。那是什么？这一刻，所有小辈都看到，在紫菱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贯穿天地的血红色古塔，那古塔仿佛蕴含着无上威能，但那血红古塔一闪即逝，所以众位远古家族的小辈还都以为是自己看走了眼。唰啦啦，就在此时，自紫菱的体内出现6道血红色的锁链，那血红色的锁链速度极快，不仅穿过了赵公义布置的封锁结界，更是直奔6位远古家族的顶尖天才而来。除了赵公义之外，与紫菱交战的其余5人都未能闪躲开来，而那被血红色锁链捆绑住的众人并没有出现痛苦的表情。可他们想要斩断那血红色锁链，却发现他们的攻击手段只能从血红色锁链穿过，根本无法触碰到血红色锁链。见状，赵公义也是立刻布置阵法，立刻5把结界大刀浮现，分别砍向那捆绑住5人的血红锁链。这可不是寻常的结界刀刃，而是用来破阵的。可他的结界刀刃却也无效，什么鬼东西？赵公义也是目露不安，因为他躲开的锁链还在不断的向他攻来，虽然速度不如第一次攻击快，可眼见着这红色锁链如此诡异，他也是很怕被缠绕。与此同时，其余5人则是不断向紫菱发动攻势，他们也是很快发现了端倪。没事，这锁链没有伤到我们，只是降低了我们的战力，一起联手杀了他。那名女子说道。原来是这样，哼，那便好办了。见状，赵公义也是一边闪躲，一边继续对着紫菱发动攻势。可其他5人战力下滑之后，他们丧失了开始的优势，只能与紫菱纠缠，难以压制紫菱。哪怕紫菱连神兵都没有，你们去寻找阵眼。赵公义暗中传音其他人，而当紫菱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动身去寻找阵眼。紫菱想要阻拦，却被赵公义等人拖住。与此同时，楚风还在那座武者商会给他准备的阵法世界之内，借助这阵法世界内的力量，开启造福后备阵。终于，第30个造福后备阵开启完成。当然，楚风自己的那个不急着开启，他想着先帮助武者商会完成，自己便也能够离开这里了。而说起来，造福后备阵也着实神奇，这里面不仅蕴藏着各种宝物、修炼之物，甚至还蕴藏阵法，比如防御阵法、提速阵法等。按照定好的合作关系，楚风可以从这30件宝物之中挑选出6个，而楚风已有心仪之物。楚风手握30件宝物，便走出了这座阵法世界。从阵法走出，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座大殿，但楚风却注意到，这座大殿与他进入这阵法世界时的大殿并不一样，并且在大殿内还有着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个人不是高浩长老，也不是那位美女长老，而是一个身着武者商会服饰，但却戴着一个特殊面具的身影。楚风开启了多少？此人问道。你知道我是谁？楚风心中一紧，自己可是从始至终都穿着酒店大师赠予他的斗篷，并且从始至终都伪装着生硬。这位却知道他是楚风，对方的语气十分确定，所以楚风知道他已是无可辩解。忘了自我介绍，我乃武者商会会长。这位自称武者商会会长之人，说话间手中拿出了一块令牌，那正是楚风的贵宾令牌。你的令牌有特殊的记号，那记号是我做的，而这个令牌只在楚风身上。武者商会会长说道。
原来是武者商会会长，所以会长前辈一直在这拍卖会。楚风问，对。武者商会会长点了点头，那让我开启造福后备阵，也是会长前辈的意思了。楚风问，正是。武者商会会长又点了点头。楚风大袖一挥，30件从造福后备阵中开出来的宝物，便都浮现在了半空之上。会长前辈，这便是我从造福后备阵中所开出的东西，按照约定，我可以拿走其中6件。楚风说道，你选吧。武者商会会长伸手示意，我已经选好了，就这6件。楚风将其中6件宝物取走，要不要改一改？武者商会会长问道，因为他发现楚风选走的都是对戒灵有帮助的，并没有对他自身有帮助的，并且这里明明有可以保护他的阵法，这对于现在得罪了7届圣府的楚风而言，明明会是保命的底牌，但楚风也并没有选。我已经确定，就这6件。楚风说道。武者商会会长没再继续劝，而是对楚风说道，楚风，在你闭关开启这造福后备阵的时候，浩瀚修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可是？楚风问。卧龙武宗你知道吧？武者商会会长问。知道。楚风点头，正是与你祖武天河、卧龙武宗有关之事。旋即，武者商会会长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告知了楚风。会长前辈，此事属实？楚风问。对，而且现在那些远古势力正在对祖武天河发动进攻。武者商会会长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便立刻向外走去，尽管知道现在去可能来不及了，但是他必须回去。可推开店门，楚风顿时愣住了。外面不是走廊，不是城池，也不是拍卖会，而是无尽星空。星空之外，2道结界大门正释放着结界光柱攻向远方，而那磅礴大阵所攻方向正是他所熟悉的祖武天河。楚风这才发现，他不是在拍卖场内，而是在一座浮空战船内。这艘浮空战船极其隐蔽。前辈，你……楚风看向武者商会会长，他知道为何从阵法世界走出后，这座大殿变了模样，原来是武者商会会长将他所在的阵法世界从拍卖场移到了这艘浮空战船之上，且将楚风带到了这里。那守护阵法很强，但远古势力这边也有高手，他们看穿了大阵的破绽，如今已是派小辈通过阵法进入了那方世界之中。若那方世界的阵眼被破，整座防御大阵也将会被瓦解。距离遥远，你正常速度赶过去可能来不及，所以要不要重新挑选？话到此处，武者商会会长指向了那剩余的26件物品，看了一眼那24件物品，楚风便直接将自己刚刚收起来的其中3件取出，放在那里，没有任何犹豫，又从中挑选了3张符纸。3张符纸蕴藏3种阵法，一个护体，一个提速，一个具有极强的隐藏效果。前辈，您为何如此帮我？楚风看向武者商会会长，先解决问题，回头再聊。武者商会会长道，多谢前辈。楚风直接将3张符纸捏碎，3重阵法与楚风相融后，楚风便一跃而起，脱离这浮空战船。楚风跨越星空，向那黑色的结界光柱飞掠而去。有阵法加持之下，楚风的身影几乎不会被发现，其速度更是比其施展神行还要快得多。但楚风飞行途中也在布置阵法。前辈，将修为借我。布置阵法的同时，楚风对修罗王说道，修罗大军的使用次数仅剩最后一次，这次用完，修罗大军将被封印，楚风需要重新破解封印。但楚风觉得这一战可能耗费时间较久，自己动用血脉技虽也能获得堪比一品真神的战力，但却也会付出代价。无论怎么看，还是借用修罗王的力量更靠谱，尽管这次借用的代价便是封印。好，修罗王也立刻应下，直接将其力量附着在了楚风的身上。很快，楚风便来到了黑色结界光柱面前，此时他布置的阵法也刚好完成。这黑色结界光柱的阵法力量非常的强，但弊端也很明显，他只攻不防，因此楚风通过自己布置的阵法，直接就能融入其中，进入这黑色阵法光柱之内，通过光柱内的隧道，快速的向祖武天和那阵法世界而去，并且还不会被发现。楚风一开始就想好了决策，这也是为何楚风选择那3张符纸阵法的原因。隐藏、速度以及护体，这个护体可不是守护阵法，而是增强体质。因为楚风从一开始就观察出，这黑色光柱内的传送阵法虽然很快，却并不完善，通过它传送会有较强的副作用，而这个护体阵法能够帮助自己尽量不受影响。此时阵法世界内，紫菱仍在与赵公义6位远古天才交战，紫菱减弱了其中5位小辈的战力，但是因为血红锁链未能锁住赵公义，所以赵公义战力并未受限。眼下最难缠的便也是他。正常情况，紫菱道不是不惧，可是因为自己本就是负伤状态，根本无法发挥正常实力，并且没办法长时间交战。吞没一方天地的涟漪中，一道身影飞掠而出，是紫菱。又躲过一道阵法攻势之后，紫菱因旧伤难控，一口鲜血便也喷了出来，不得不站在半空进行调整。停手！见状，赵公义竟立刻伸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攻势。虽然其他人不解，但却也立刻照做。他们也清楚，现在他们6人之中，赵公义才是主力。可赵公义看向紫菱，却露出了戏谑的笑容：小娘们有点手段，想不到这种弹丸之地还有你这种天赋之人，属实是埋没了。并且我能看出你的脸是天然的，没有过任何修整，而我就喜欢你这一种天然大美女。这样，你跟我，今日我饶你一命。赵公义笑眯眯地看着紫菱，不明真相的他还以为紫菱吐血是被他阵法余威打伤了。听到如此轻薄之话，紫菱眼中杀意更浓。轰隆隆！可就在此时，一声巨响自远处传来，又有人来了。因为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黑色光柱所落下的地方，所有人都意识到可能是又有人来了。但是连赵公义他们自己也想不到还有谁能来。他们此次派来的顶尖小辈，在先前就已经一起进入了阵眼，一起进入了这方世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一道身影走出，此人正是楚风。楚风哥哥。因为楚风摘掉了斗篷，紫菱自然一眼
就认出楚风，身形一纵，直奔楚风而去，来到了楚风身旁。哪怕明知是大战的生死时刻，可因思念之情，见到楚风的他却也是异常欢喜。这是谁啊？赵公义问道。楚风，他是那个楚风，9天之巅击败皇府圣女的人。此刻血凤王族的那名女子认出了楚风，真的是他。他怎么会从我们的阵法内进来？其他小辈也反应过来，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楚风，但9天之巅的事情早就传开，他们都已经见过楚风画像，看来传闻是真的。那我又能依靠楚风哥哥了。紫菱笑着看向楚风，此时的他模样没变，可神态变了。如果说先前是一个杀气滔天的女武神，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找到了依靠的小女人。但楚风却笑不出来，他心疼地擦掉紫菱嘴角的血迹。楚风，那个谣言中击败了皇府圣女的那个？赵公义问。他并不相信楚风真的会击败皇府圣女。赵公义，别轻敌，那不是谣言，此人很强。血凤王族那名女子提醒道。不可能，定是谣言，当代武者怎么会有人能击败皇府圣女？可赵公义却依然不信，旋即看向楚风，满脸轻蔑。想不到你竟是这位姑娘的相好的，难怪她不愿跟我。不过我不怪她，这说明她专一，我便更喜欢了。话到此处，赵公义看向紫菱，不过姑娘，良禽择木而栖，今日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你的相好的，让你知道。呜啊！话未说完，赵公义便趴在了地上，鲜血的血液自口中狂喷。只是这一下子，他浑身的骨头都尽数碎裂，连动都动不了。不仅是他，其他5位的下场同样如此。是楚风释放出了威压。怎么会？赵公义手掌颤抖，不是因为伤势，而是因为害怕。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传闻是真的，这个名为楚风的家伙拥有真神境的力量。莫说是他，皇府圣女也绝不可能是这位的对手。但他恐惧的同时却无法接受，为何当代武者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就在他想不通的时候，楚风已是走到了赵公义的近前，随后一把抓住赵公义的头发，将他硬生生的抓了起来。仔细打量起赵公义的脸庞，楚风已经是从赵公义的声音出知道他就是当日拍卖场的那个冤大头。别杀我！赵公义眼神闪烁，都不敢正视楚风。你不是很狂的吗？原来如此怕死。楚风此刻故意变了声线，拍卖场时伪装的哪个声音？听到这个声线，赵公义脸色大变，猛然看向楚风。他怎么可能忘记这个坑过他，让他气得几天几夜睡不着，就连做梦都在被坑，让他睡觉都被气醒之人？没错，是我。现在离开武者商会，没人阻拦，新仇旧恨清算一下。楚风说道。别，对不起，是我无知，是我狂妄，你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况且我也没怎么样你，我之前不是还被你坑了吗？这位姑娘也没什么事，我只是嘴欠了一点，你也打过我了，我骨头都碎了，说亏也是我亏，你哪有什么新仇旧恨啊？求你放过我吧，求你别杀我行吗？赵公义的脸上鼻涕和眼泪一片一片的，浑身颤抖的更是肉眼可见，因为被楚风抓了起来，甚至滴答滴答开始不断落下，那可不只是眼泪，因为是从挡下。见到这一幕，哪怕是已经身负重伤的远古家族其余5位天才也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他们没想到平时对天对的自命不凡的赵公义竟然如此贪生怕死，被直接吓尿了。哪怕是他们也不至于如此没有骨气啊。面对鼻涕和眼泪已经混成一片的赵公义，楚风忽然问道。你认识皇府圣女？认识。赵公义连连点头。他可比你有骨气多了。楚风此话说完，掌心之中便有武力锁链飞掠而出，噗的一声，那武力锁链直接投入脚出，鲜血喷溅，已是贯穿了赵公义的身体。赵公义疼得龇牙咧嘴，因为那武力锁链布满了倒刺，从身体穿过极其痛苦。楚风少侠，我们也是听从家族命令，而并非我们想要来此。你祖武天河之人，我没有伤害一人，刚刚对这位姑娘出手是我不对，但我愿意给予补偿。血凤王族那名女子也害怕了。与此同时，其他4位远古家族的天才也是开口求饶，他们都不想落得与赵公义同样的惨状。原来是你们的家族命令你们来的，你们家族让你们来，你们就来，那你们家族让你们死，你们死不死？楚风表情冷漠地看着众人，众位小辈都被楚风问住了，他们不敢回答。我不管你们心甘情愿而来，还是家族逼你们而来，但我祖武天河不是你们想来便能来的，既然敢来，就要付出代价。话罢，楚风眼中狠色浮现，武力锁链再度飞掠，伴随阵阵刺耳的惨叫。那锁链已是依次从另外5位天才体内穿过。楚风哥哥，他们还有其他人，已经去找阵眼了。此时紫菱提醒道。他了解楚风，楚风表面平静，可见他负伤必然杀心一起，并且不会这么轻易的杀了这些人，会让他们生不如死。可现在并不是折磨这些人的时候。没事，紫菱，来得及。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掌心阵法浮现，将这6位被锁链贯穿的远古天才全部吸入掌中。随后脚步一踏，便带着紫菱直奔阵眼的方向飞掠而去。楚风根本无需紫菱指路，他下落的过程中就已在高空锁定阵眼所在的位置。阵眼世界内的阵眼面积实际上极大，大到堪比一个国度，而就是这样辽阔的面积内，却密密麻麻全是人影，是真正的人头涌动，一个挨着一个，几乎祖武天河、上、凡、下各个世界的所有顶尖小辈，无论修为如何，只要是各个世界出众者，便都汇集到了这里，数亿万小辈在这座阵眼之内。可眼下这些小辈却是恐慌无比，他们身在阵眼之内，却能够看到遮天蔽日的巨大防御阵法，将他们护在当中。可眼下阵法之外，却是漫天的武力，随便一道都拥有毁灭性的力量，那样汹涌的武力，他们从未见过。6大远古家族的其余天才经过一番寻找，找到了此地，
并且立刻联手发动了攻势。虽然同是小辈，但远古天才们的攻势却让祖武天和这些小辈吓得丧失理智。不是说这个世界内有阵法限制，不是小辈进不来的吗？可为什么还是有这样可怕的存在进来了？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样的存在？死定了，我们死定了！我就知道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可是浩瀚修武界最弱的人，怎么能够抗衡得了其他天河的强者？我们完全就是以卵击石。此刻许多人都被吓哭了，不只是女子，甚至许多男子哭得比女子更甚。诸位同辈，不要恐慌，这防御阵法他们无法突破，所以我们安心催动阵法即可，不要受他们所影响。他们只要进不来，便奈何不得我们。圣光金安的声音响彻整座阵眼之内。为了安抚众位小辈，他已是停止催动阵眼，来到高空之上，并且运用阵法之力，使得自己体积增大了10000倍不止，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他，看到他镇定的模样，从而稳定情绪。可哪怕他已如此，但他的安抚却也无法起到太大作用。外面的攻势太过汹涌，那已是超出这些小辈见识的手段，并且虽说防御阵法依然健在，可却也微微颤动。他们并不认为这防御阵法能够守得住，甚至觉得这防御阵法很快便会摧毁。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远古家族那些小辈此刻也是焦头烂额，怎么公益少爷他们还不过来？远古家族的众位小辈的确无法奈何这防御阵法，只能期望他们各自家族的顶尖天才前来支援。在他们看来，那6位天才是绝对能够破开这防御阵法的，至于紫菱，也根本拦不住他们的少爷才对。轰隆隆！可忽然大地震颤，远处更是有阵阵惨叫传来。顺声观望，无数身影被卷在高空之中，宛如随风而动的树叶，正人仰马翻的向他们翻滚而来。是武力，一道极强的武力以吞没天地之姿席卷而来。莫说远处那些人，他们也来不及闪躲，很快便被那武力覆盖。不过一瞬间的功夫，所有远古家族的小辈被那武力卷到了一起。当武力消散之际，这些远古家族的天才们皆是身负重创，丧失了战力，他们如杂草一般被挤压到了一起，叠成了一座小山，血液滚滚而下，很快便染湿了大地。怎么安静了？阵眼内的祖武天和众小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外面的攻势忽然停止了。是楚风，楚风回来了。倒是站在高处的圣光金安率先看到了楚风的踪影。楚风，听闻楚风2字，楚灵犀也是立刻拔空而起，来到高空。他也是看到了楚风，真是他。看到楚风，原本脸色惨白的楚灵犀脸上立刻洋溢起灿烂无比的笑容。与此同时，其他与楚风相识之人也皆是停止催动阵眼，直接御空而起。虽然阵眼之内的面积很广阔，距离楚风所在的位置很远，当他们来到高空之上，却也能够看到楚风。真的是楚风，楚风回来了！诸位不用怕，是楚风回来了，我楚风兄弟回来了，有人给我们撑腰了。见到楚风，孔田慧、李牧之等人振臂高呼，这声音响彻整座阵眼。无论是与楚风相识，还是只听过楚风名号之人，都知道是楚风回来了。楚风，他真的阻止了那些天外强者吗？许多人实力有限，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件事，他们仍保持怀疑。不是不相信楚风，他们知道楚风很强，也知道楚风是怎样的人物，可只限于祖武天河，而刚刚外面的威势太可怕了，那可是其他天河的恐怖存在，所以他们才有所怀疑。楚风真的会是那些存在的对手吗？楚风，此刻外面的远古家族众天才中，也有许多人认出了楚风，不仅认出了楚风，也看到了紫菱。紫菱都在这了，他们的少主去了哪里？聪明之人已经反应过来，预料到了战局，于是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但总有无知之人，他们不认识楚风，也没听过楚风的事迹，所以他们还在期待着他们的少主。混账，敢伤我们，待我哥少爷赶到，必然将你碎尸万段。那些无知之人对楚风咆哮道，明明已经这个模样，可他们却依旧气焰滔天。视楚风为蝼蚁，少爷，是他们吗？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6道被锁链串在一起的身影便狼狈地滚了出来。定睛一看，所有远古家族的天才都沉默了，那些叫嚣之人更是目若待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因为那6位正是他们期待的最强天才，可那6位的状况却比他们还要更惨。楚风，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只见楚灵犀已是来到了阵眼的边缘处，正对笑容灿烂地对着楚风招手。而在楚灵犀的身后，还有圣光金安、圣光新田、圣光梦来、夏言、孔田慧等，还诸多熟悉的身影。见到这些曾与自己并肩作战，又或本是敌人，后面又化敌为友的朋友们，楚风也是挥手示意。楚风，安全了吗？楚灵犀问。安全了。楚风道。见状，楚灵犀等人这才飞出防御阵法的范围，将楚风团团围住。倒不是他们胆小怕事，而是怕给楚风增加负担。楚风，我听说你参加了9天之巅，那里汇集着浩瀚修武界各个天河最强的小辈，而你夺得了第1，这件事应该属实吧？圣光金安问道。楚风笑着点头，牛啊，我的兄弟，你现在已不是我祖武天河最强小辈，而是浩瀚修武界最强小辈了，你可真给我们圣光天河争气啊！孔田慧激动的双拳紧握，兴奋极了。楚风，那你现在是何境界？夏言眨巴瞪着大眼睛，满是期待的看着楚风。夏言比之当初也有增进，但与楚风的差距实在太大，他感应不出那些远古家族后辈的具体修为，自然也不知道楚风现在的具体修为，只知道楚风很强，我的修为也只是半神境，不过我的界灵达到了真神。楚风说道。真神，听闻这2个字，众位小辈都懵了。虽然阵眼深处的人听不到楚风他们的对话，更是看不到楚风他们，可是阵眼外围的人不仅能够看到，也能够听到。一时间，众小辈沸腾了，声音传递。没过多久，整个阵眼内的数亿万小辈都知道楚风修为达到半神境，且拥有真神境界灵之势。不对，只是半神境，你也太低调了吧？半神境啊，
我的老天爷，那可是我这辈子都很难达到的境界啊！夏言叹道。你会达到的。楚风道，别安慰我了，我虽然自认为天赋不差，可距离半神还远呢。夏言嘟起了嘴巴，这位姑娘，你是远，而我不一样，我这辈子都达不到。孔田会说道，你们都会达到。楚风对这些故友说道。且说话间，大袖一挥，数个乾坤袋飞掠而出，分别飘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楚风从自己的乾坤袋内搜寻出来适合这些朋友现在修为以及他们个人修炼方式的修炼资源。而查看了那乾坤袋内的物品后，众位小辈皆是双眼放光，孔田会更是张开大嘴，难以置信地看向楚风。这是给我们的吗？这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但身为修武者，他们知道这对他们将有极大的帮助。回来的着急，准备的不充分，下一次我会准备更加适合你们的修炼资源。楚风说道。楚风，你也太好了吧！此刻如圣光心田，孔慈、龙明、夏言等人美眸中泛起晶莹泪光，感动，非常的感动。他们可都是出身不凡，从小便享受诸多资源长大之人，他们最清楚资源的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们也知道楚风给他们的东西价值不凡，这是他们家族都无法提供的修炼资源。可就是如此珍贵之物，楚风却随手就给他们了。在他们看来，他们与楚风虽有交情，但却也没有到达这种地步，只因真的太贵重了。忽然一声哀嚎响彻，是孔田慧。唉，你哭什么呀？楚风问。楚风兄弟，我太感动了，你刚刚说我们也能踏入半神，我还以为你调侃我，但是你给了我这么珍贵的修炼资源，还说下次准备更好的给我，我相信你了。我觉得我也真的有机会踏入半神了。我孔田慧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绝对就是交了你楚风这个兄弟。孔田慧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着。好了，都是自己人，就别说这些了。楚风说话间看向众人，谁给我一个进入阵眼的令牌？诺。见状，夏言赶忙递过来一块阵眼令牌。楚风手持阵眼令牌，旋即大袖一挥，又有多个乾坤袋飞掠而出，只不过这一次是直接飞入了阵眼之内，且立刻四散而去。那也是为朋友们准备的礼物。虽说那些朋友可能碍于修为都看不到楚风，但楚风却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所在的位置，如夏雨儿、黎月儿、黎岸之、乌马圣杰、龚晴等人，可能是碍于身份，又或是其他原因，并没有主动来见楚风，但楚风可不会忘记这些朋友，所以也给他们准备了礼物。雨儿师妹，这是什么？站在夏雨儿身旁的宋云飞，只见天空落下了乾坤袋，且直接落入夏雨儿手中，但却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他距离楚风较远，且修为也是有限，除了通过其他人传话才能知道一些情况外，根本不知道楚风他们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自然也不知道这是楚风丢过来的。是楚公子，这是他给我的礼物。夏雨儿说道。乾坤袋内蕴含信息，所以只要接触到乾坤袋那一刻，他便什么都清楚了。楚风，竟是楚风大人的礼物。雨儿师妹，能给我瞧瞧吗？听闻此话，夏雨儿旁边的其他弟子问道。夏雨儿将乾坤袋递了过去。我的天啊，这样珍贵的东西，他竟就这样送给你了。见到乾坤袋内的宝物，夏雨儿同门之人满面震惊。给我也看看。见状，其他同门纷纷查看，可只要是查看的，无一例外都是被吓得不轻。那乾坤袋里面的宝物，随便一件最弱的，都是他们星陨圣地耗尽所有底蕴都换不来的。发了，雨儿师妹，你这下真是发了。夸赞夏雨儿的同时，他们脸上除了羡慕，更多的却是悔恨。想当初以他们的身份，都是完全可以与楚风交好的，但他们当时看不起楚风，甚至鄙夷楚风。可如今，当初他们看不起之人，早已是他们此生无法企及的存在。宋师兄，你后不后悔当初与楚风大人为敌啊？忽然，一名女子调侃地看向宋云飞。宋云飞苦笑一声，他什么都没说，但那个挣扎悔恨的表情，却又仿佛什么都说了。无碍，都过去了。楚风不会计较的，若是计较，他早就计较了。夏雨儿说道。他越是如此，我越觉得自己当初不是人。宋云飞叹道。他已改邪归正，不再像当初那般目中无人，但楚风却是他永远打不开的心结。如宋云飞这般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龚明月，她可是与楚风有着婚约的女子，就算婚约本来也是难成，可若是当初好好相处，以楚风的性格，也必然会与他成为好友。比如他的妹妹龚晴，当初就是因为对楚风好，如今哪怕如此巨大的差距，却也会被楚风惦念。而他呢，因当初目中无人，误以为楚风是废物，不仅不好好相处，反而处处刁难楚风，从而再也不可能成为楚风的朋友。他自然无比后悔，尤其是他看到自己的妹妹龚晴手握乾坤袋，满面欣喜的模样，心中更是极其酸楚。是楚风送的吗？龚明月问。姐姐，你怎么知道？龚晴害怕影响她姐姐的心情，故意什么都没说。都过去那么久了，我早放下了，给我看看可以吗？龚明月说话间伸出了手，可他的手却是微微颤抖的。好。龚晴乖巧点头，也将乾坤袋递了过去。龚明月打开之后，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被什么重重的捶了一下，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明明告诉自己不能有情绪，不能哭，可眼泪却无法自控的狂涌而出。尽管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楚风赠与他妹妹的物品必然价值不菲，但当他真的看到后，还是难以接受。尽管修为有限，见识短浅，可他也能感觉得到，那乾坤袋里面的是什么水平的宝物，那是他们修炼几百辈子，甚至几千辈子都不可能获得的资源。这样的资源，他自然也想要，可他没有这个资格。可偏偏这样珍贵的礼物，本来他也应该有一份的，是他自己做没了。但宋云飞和龚明月只是冰山一角罢了。可事实就是如此，有些事情错过便是错过，再也没有任何机会。楚风可不知道，自己随手赠送好友的礼物，能够勾起这么多人的情绪。他先看了一眼远古天才们，这才又看向楚灵溪等人。你们先去催动阵眼，我处理一下他们。好。楚灵溪等人立刻回到阵眼内，继续催动阵法力量。
而楚风则是看向了赵公义，你和皇甫圣宇熟吗？不熟。赵公义连连摇头，他是你们远古小辈中最强的小辈吗？楚风问。不是。赵公义道，远古家族中还有比皇甫圣宇更强的，那他是何境界？楚风问。我听闻皇甫圣宇之前曾挑战所有远古家族顶尖小辈，虽然基本获胜，但却被天剑圣宫的拓跋一剑所击败。赵公义说道。拓跋一剑。楚风心神一震，这个名字楚风曾听过，之前在9界仙域内不仅与张英雄相逢，楚风还曾遇到过2个实力强大的青年，其中一个叫拓跋天雪，另外一个正是叫拓跋一剑。想到这里，大袖一挥，结界之力便凝聚出一个人的身影，正是拓跋一剑的模样。是他吗？楚风问。对，就是他。你怎么会知道他的模样？你认识他？赵公义问。他是小辈。楚风有问。他当然是小辈，年纪比我还小。赵公义道。但楚风分明记得，当时拓跋一剑告诉楚风，他不是小辈。不过想想也正常，毕竟他与楚风只是萍水相逢，而他们是传承自远古家族，不告诉楚风真相反而合理。毕竟8品半神的修为比当今所有小辈都强，他们不想暴露身份的话，自然要隐瞒。于是楚风阵法变化，又凝聚出一道身影，这是拓跋天雪的模样。你认得他吗？楚风问。这个我没见过。赵公义认真观看后说道。说实话。楚风说话间，意念一动，那武力锁链便移动起来，顿时惨叫连连。但从那叫的可不只是赵公义一个人，其他5位天才也同样惨叫起来。我认得他。此刻血凤王族那名女子扭曲着脸庞，抬手说道。楚风道，是拓跋天雪，也是天剑圣宫的小辈，传闻他的实力还要在拓跋一剑之上。血凤王族的那名女子说道。他们2个也来了吗？楚风问。没有，天剑圣宫并没有参与这次行动。血凤王族女子说道。所以拓跋天雪是你们远古之中最强的小辈？楚风问。他需要确定这一点。远古家族小辈对当代小辈带有敌意，这必然离不开远古家族的教导，所以皇甫圣宇等人之前展现的敌意，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更是他们身后的势力。日后远古与当代必然还有一战，楚风有必要摸清对手的实力。我知道的是他，但我也不能确定。天剑圣宫的人很少露面，我也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底细，而且不是所有远古家族都能够联系到。血凤王族女子说道。那你可知道拓跋一剑和拓跋天雪具体修为？楚风问。不知道。血凤王族女子道。那你现在知道的远古家族都有哪些？楚风问。可能我知道的与你差不多，除了我们来了的6个远古家族，我所知道的便只有皇甫天族和天剑圣宫。血凤王族女子说道。那你们此次派来的修为最强的是何境界？楚风又问。我不太清楚。血凤王族女子说话间低下了头，她不敢与楚风正视，而这个微表情让楚风意识到她在说谎。可还不待楚风出手，赵公义却立刻开口了。我知道，楚风我知道，我爷爷乃天神境，也是7界仙阁阁主，他现在就在祖武天河之外。除了我爷爷外，拓跋天族族长、万叶古宗宗主、九方神殿殿主、血凤王族族长、岩锤妖族族长也都是天神境，他们都来了，并且我们这次准备充分，必然能够攻破祖武天河。楚风，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别杀我，你们是守不住这祖武天河的，你若杀了我，我爷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赵公义这番话自然也是在威胁楚风，但并没有表现出强硬和嚣张的态度，反而极其卑微，甚至带着哭腔和祈求之意。赵公义，你这贪生怕死的东西！眼见着赵公义将他们的底牌都说出后，岩锤妖族的那位气得咬牙切齿。可赵公义不仅不觉得耻辱，反而看向其他5位怒斥起来。我怕死，你们不怕死吗？我自保有错吗？我爷爷一定不希望我死，我猜你们爷爷也不希望你们死。你们在这里无谓的嘴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活下去才是我们爷爷所希望的。赵公义说道。哈！可就在此时，楚风一个耳光将赵公义扇翻在地。我在问你话，谁让你们吵架的？我错了，我错了。赵公义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你的爷爷他们具体是何境界？楚风又问。1品天神，来的全都是1品天神。赵公义道。真的是1品天神？楚风又问。真的，如假包换。赵公义道。他们为何不直接出手，反而用大阵的力量？楚风问。根据楚风的观察，那大阵虽强，可实际上大阵的力量应该还未到达1品天神。当然，攻破屏障，直达这方世界的黑色光柱除外。那黑色光柱是一种特殊的手段，运用了特殊的宝物，打破了一定限制，同时自身也有限制。简单的说，黑色光柱的传送通道只有小辈能够进入，并且就算黑色光柱穿透了防御大阵，但却也只能落在这个世界。若是落在其他阵法世界，就算有一定效果，但也一定没有在这里的效果。所以黑色光柱是一个特殊手段。抛开黑色光柱不谈，攻击防御大阵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主结界门内释放的巨大的阵法光柱。但那阵法光柱的力量，就算超越真神巅峰，却也还在真神境内。楚风很好奇，既然来了天神境，为何天神境不直接出手，反而还在依赖阵法力量？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是提线尊者的意思。赵公义说道。提线尊者，他是何境界？他又是哪个远古家族之人？楚风问。关于提线尊者，武者商会会长讲述事情来龙去脉的时候便有提过，所以楚风知道提线尊者才是此次攻打祖武天河的发起人，也是罪魁祸首。我不知道提线尊者的境界，但他好像不是远古旧之人。不过什么？楚风追问。不过我听闻，之前提线尊者在与我7界仙阁联手的时候，曾施展了多重唯有7界圣府才有的阵法，但对此他的解释是，他只是因缘际会下学了7界圣府的阵法，而并不是7界圣府之人。赵公义说道。7界圣府，难道是他？楚风猛然抬头看向遥远的天外，如此距离，以楚风的实力，
已经看不到黑色光柱的源头之处，可他想到了一个可能，他的外公戒天然，并且戒天然也是最具有攻打祖武天和理由之人。之后，楚风又简单的询问了赵公义等人一些事，询问完毕，楚风便大袖一挥，将他们所有小辈收入了随身携带的阵法世界之内。现在还不能杀他们，留着还有用。旋即，楚风便也飞入阵眼之中。此刻，阵眼之内，紫菱等人正通过阵眼全力催动阵法。尽管楚风归来让他们安心，可是该做的正事却也依旧要全力以赴，毕竟这是关祖武天和所有生灵的存亡，就连负伤的紫菱也都不顾众人劝阻，在全力催动阵法。忽然，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紫菱身旁，且将一颗丹药递给了紫菱，服下它，去一旁休息。来者道，看到这位来者，紫菱绝美的脸颊上露出温柔的笑容。处理完了，因为来者乃是楚风。其实紫菱明明负伤，却还要执意催动阵眼，也是因为来这里的路上，楚风就给他服用了一颗丹药。虽说那颗丹药并不会让他的伤势痊愈，但却也不会让其伤势恶化，这才让他有这个能力催动阵眼。处理完了，楚风笑着点头，但随后便直接伸手，趁着紫菱不备，一只手捏开紫菱的嘴巴，另一手将手中的丹药放入紫菱口中。丹药入口后，才道：去休息吧，我真的没事了，而且我刚刚不是已经服用了一颗丹药吗？紫菱道：听话，这里有我。楚风微笑说道，那笑容满是自信。看着楚风这抹笑容，紫菱的笑容有所变化，虽然见到楚风安心不少，可那根紧张的神经并未松懈，毕竟来犯者可是如此强大的存在，正因不敢松懈，才会如此偏执。可楚风的一句这里有我，让他反应过来，有这个男人在，其实已经不差他这一份力了。好，于是紫菱直接走到旁边，伸手凝聚出一把椅子，便坐在了那里。可他也没有直接疗伤，而是看着楚风，美眸之中满是期待。不仅是紫菱，周围的小辈同样很是期待的看着楚风，他们不确定楚风的加入会不会让这阵眼发生变化，毕竟这么多小辈联手，也只是勉强催动阵法而已，甚至根本没有达到要求。但因为这个人是楚风，他们便会无法自控的而去期待。而就在此时，楚风捏动法诀，旋即其力量便涌入阵眼之中。这一刻，整座阵眼都是剧烈一颤。下一刻，所有能注视到这一切的小辈更是瞪圆了双眼，就连看不到这一幕的人也是激动万分。身在阵眼之内，哪怕是瞎子，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此刻这阵眼的力量有了变化，比之先前强大了数倍不止。怎么阵眼的力量忽然变得这么强了？不解之人发出疑问。而很快，远处便有消息传递而来，是楚风。楚风也进入了阵眼，这个声音如汹涌的浪潮，以人传人的方式，不过眨眼的功夫就已经传遍整个辽阔的阵眼。所有人都知道阵眼力量加强乃是楚风所为，而对此人们反而没有那么震惊了，毕竟那些在他们眼中无比可怕的远古天才们都被楚风轻松击败。现在的楚风应该已不只是祖武天和最强小辈，而是祖武天和最强之人。这样的楚风做到什么似乎也都不足以为奇了，但是相比于旁人，楚风却是有些惊奇。阵眼的力量很强，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之前楚风就发现守护阵眼的防御阵法非同一般，就算他不来，那些人应该也攻不破。而强大的阵眼力量则是让楚风明白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伴随阵眼力量加强，防御阵法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增强，但楚风所做的却并不只是如此，他正在进行领悟，通过阵眼的力量了解整座大阵。此刻，远古家族也注意到了防御大阵的变化。提线尊者，你是怎么搞的？那防御阵法为何不弱反强？一声怒吼响彻，比雷鸣还要刺耳数倍。誓言垂妖族族长率先对提线尊者发出质问：你们家族的小辈还活着吗？提线尊者问，因为他知道六大家族族长手中应该都有各自小辈生命气息的物品，并且因为关心自家天才，也都在时时关注着。你还好意思说？落地便有诸多伤亡。提及此事，岩垂妖族族长更加恼怒，毕竟先前提线尊者可是对他们说过，服下抵抗药水便不会有大碍，但实际上他们的天才也有诸多死亡。我问的是，你们各族之中最强小辈可还活着？提线尊者问。活着。七界仙格格主道。至于其他五位，虽然没有直接表态，可从他们的表情便也能看出，他们各族最顶尖的天才都是安然无恙的，至少生命特征还是比较完好的。真是没用，既然活着却不能攻下阵眼世界。提线尊者骂道。你在说什么？听到提线尊者贬低自家天才，岩垂妖族族长勃然大怒。我说的不是事实吗？防御大阵加强，还不是因为你们六族小辈无用？这祖武天河的小辈是什么水平？老夫已开辟进入阵眼世界的通道，将他们成功送了进去，但他们却无法攻下由祖武天和小辈守护的阵眼，这不是没用又是什么？提线尊者倒也不客气，直接怒声反问。你岩垂妖族族长还想反驳，可七界仙阁阁主却立刻道：好了好了，现在可不是我们内讧的时候，别吵了，现在重要的是破阵。见状，其他家族族长也是纷纷劝道：事已至此，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劳烦你们了。六位入阵吧。提线尊者指着大阵最后一个阵眼说道。听闻此话，六位族长皆是脸色有所变化，他们都知道这座大阵将会消耗什么，非逼不得已，他们可不想进入这座阵眼。你这阵法根本没用，我要出去自己破阵。我就不信不用你这大阵，我堂堂天神境会破不开祖武天河的阵法。岩垂妖族族长道。嗡。而他此话刚出，一座通往大阵之外的结界门便立刻开启，乃是提线尊者打开的，外面可有不少人在暗中观察，其中可能还有天神境的存在。你出手不要紧，老夫并不介意，反正你出手后若无法攻破防御大阵，丢的是你自己的脸。提线尊者伸手道。听闻此话，岩垂妖族族长则是犹豫了。见状，提线尊者继续道：诸位，老夫不让你们露面，是保护你们的尊严，
就算今日无法攻破祖武天河，丢的也只是你们家族的脸面，至少你们个人的脸面是保得住的。可实际上，你们与你们家族的脸面其实都可以保下，我们完全可以攻破祖武天河，拿到我们想要的。你们的家族也将会因为你们今日的付出而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当然，决定权在你们自己，若是有人不愿意，老夫绝不强求。提线尊者此话说完，6位家族族长皆是面露犹豫之色，但很快一道身影直接踏入最后一个阵眼之中，乃是7届仙阁阁主。诸位，事已至此，别无他路。7届仙阁阁主入阵后，看向其他几位族长，见状，血凤王族族长也是踏入阵眼之中，接着拓跋天族族长以及万叶古宗宗主，还有9方神殿殿主也接连踏入阵眼内，最后便只剩下了岩锤妖族族长。若是不成，我便撕裂你。对着提线尊者说完这句话后，岩锤妖族族长也踏入了阵眼之中。6位强者入阵，提线尊者立刻捏动法诀，这感觉。与此同时，身在防御大阵之中的楚风却忽然神色大变，不由抬头望向天际。他察觉到远古家族的攻杀大阵发生了变化，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